如果你是准妈妈或者准爸爸，先说声恭喜，欢迎加入宝宝群。在奥克兰这边，好的 midwife 真的很抢手的，有很多孕妇妈妈投诉说喝了这个很反胃。嗨，大家好，我是 Lin， 今天想要来和大家分享在新西兰这边从孕期到生产的整个流程。如果你是准妈妈或者准爸爸，先说声恭喜，欢迎加入宝宝群。我目前的情况是怀着第二胎，是孕后期了，下个月快生了。我第一胎也是在奥克兰的医院生产的，生产完我也有到我家附近的 birthday 住了3晚，所以想趁现在记忆还算犹新，来和大家分享我自己本身的经历。以下提到的政府福利、产检和血液检查这些免费的福利是不止当地的居民可以享用，如果你有工签2年以上的话，你也能享用这些福利。我们先从产检和血液检查开始，它是按照你的孕周期的时间线来进行的。我们的整个孕期是按照周期来计算，0到40周是整个孕周期，0是从你最后一次月经的第一天开始计算，然后40周就是你的孕产期。我们可以说0到12周是孕早期，差不多第4到第5周的时候，当你的月经已经延迟了好几天还没来，这时候你就可以来进行验孕。如果你验到2条线，先恭喜你，然后请你马上去预约你要的 midwife， 或者你可以上网找你家附近 location 的 midwife， 可以到这个网站看看 Find your midwife in your area 来寻找符合你要的 midwife。因为在奥克兰这边，好的 midwife 真的很抢手的，而且他们的预约很早就会被订满。如果到最后你预约不到你想要的 midwife， 或者已经找不到有空缺的 midwife 来接你的案子，你可以去你的家医，他是可以写信推荐你去附近的医院，里面有那个 midwife 的 team， 他们能接手你的案子。只是不一样的是，可能你每一次产检都有不同的 midwife 来接手你的案子，然后当你生产，可能也是不熟悉的 midwife 来帮你生产。然后到第6、第8周，这时候你要做第一次的血液检查，这个很容易的，你只需要到你家附近的 lab test， midwife 会给你一张纸，然后你只要把这张纸给那个 lab test 的工作人员，你直接 walk in 就可以了，不需要预约。当时我只用了，我记得差不多20分钟吧，就把这个第一次的血液检查给弄完了。差不多第7或者第12周的时候，你会迎来第一次超声扫描 dating scan， 这个大约80块左右，它可以帮助你确认你的预产期，因为有些人可能你的月经不太准时什么的，还有它也会帮你检查胎儿的心跳，还有检查你是1胎、双胞胎还是多胎的情况也可以照到。我第1胎的时候，我去那个 Horizon， 它就会印这种超声波的那个照片给你，我觉得很贴心。但我第2胎的时候，我在 Extra 照的，它就没打印出来给我。如果你是很在意要这个 hard copy 的，你可以在预约的时候先问清楚他们有没有附上，或者可能你需要付费。接下来就是第1孕期。第1孕期是12到14周，通常孕早期和第1孕期的时候，产妇会有许多不太舒服的孕期反应，例如呕吐或者反胃，这时候需要多加休息。姐妹们，你们要坚持住。第12或者第13周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 nuclear scan， 所谓的 anti scan， 这个是来测试你宝宝有没有唐氏综合症的风险。我是买了一个产检配套，从 Extra Radiology 那边买的，共495，它是包含了12周或者12周以后整个孕期的一个产检配套。这个 anti scan 它主要是配合血液检查来一个结合这个报告来总和来看你宝宝有没有唐氏综合症的风险。它也有另外一个付费的选项叫 NIPT， 这个的准确度就会更高，我记得是大约700左右。这里我也想补充一点是，如果你付费去做 NIPT test， 就可以提前知道你宝宝的性别了。通常我的 midwife 他是建议我先去做个免费的那个血液检查跟 anti scan 一起，如果测试到有高风险，你才去做一个 NIPT。 这时候我们来到第2孕期14到27周，这时候算是孕期里面比较舒服的一段时期，因为孕吐没那么严重了。到第18或者第20周，我们会做一个 anatomy scan， 这个算是比较详细的超声检查，它会检查你宝宝的生长发育是否一切正
正常，尤其是它的器官结构，还有它的胎盆，你的羊水量和宝宝的一个位置是否也在一个对的位置上。如果这时候你想知道宝宝的性别，我们也能在 Anatomy Scan 里面照得出来。到24或者28周的时候，孕妇需要做一个 GTT Scan 来测试你有没有得孕期内重的那个糖尿病。这个还是算比较紧张的，因为蛮普遍的，就孕妇本身没有糖尿病，可是怀孕过后在孕期里面就得了这个糖尿病。这个测试是需要你提前打电话去预约的，因为它需要你空腹8到12个小时，所以会建议你选择在早上做这个测试。一开始测试的时候，他们会给你喝1小瓶的葡萄糖溶液，有很多孕妇妈妈投诉说喝了这个很反胃，但对我来说就还好，很像 Sprite 的味道。测试的开始前他们会让你喝，你就需要一次性把它喝完，然后会抽一次血，然后让你在诊所等2小时，2小时后他们会再抽另外一次血，然后来测试你身体对抗这个糖能量的一个能力，来看看你是否有没有得这个糖尿病。然后到第26周我去接种了疫苗，在新西兰这边他们会建议你接种百日咳和流感的一个疫苗。百日咳就所谓的 whooping cough， 在新西兰还是比较普遍的。宝宝刚出生后的那几周，抵抗力是十分弱的时候，这个疾病对他们来说是会致命的。然后流感也是在新西兰这边十分普遍，所以接种这2种疫苗都十分有效的，可以保护妈妈本身还有宝宝。这2种疫苗也是免费的，你可以到你家附近的 pharmacy 或者 chemist warehouse 都能直接 walk in， 然后接种这2种疫苗。到了我们最后一个孕期，就是第3孕期，28到40周，这时候你的肚子会越来越大，然后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到孕后期的时候，我们就扫描的比较频密，在第28周、32周和36周的时候都需要做一次这个 growth scan， 来确保宝宝的生长曲线一切正常。第34周的这个 blood test 血液检查也是你直接 walk in 附近的 lab test 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助产士的探访 midwife visit。midwife visit 会按照你整个孕期的时间线，探访的次数会不一样。当你刚开始怀孕到第28周，我们需要每4到6周见 midwife 一次。当你28周到36周中间，我们需要每2、3周就见 midwife 一次。但当你孕后期36周后，我们就需要每周都见 midwife 一次。然后每次探访中，孕妇都需要检查那个尿液的蛋白质。midwife 会教你如何在厕所自己测试，测试完那个我们产妇也需要量体重，midwife 也会帮你量血压，还有也会测试宝宝的心跳、胎儿的位置，看看是否一切都在一个好的位置上。midwife 也能开你所需要的一些 prescription， 包含叶酸、铁或者维他命。如果你有需要，也可以让midwife开给你，都是免费的。来到产后护理，当你生产后6周，midwife 也会持续的观察你和宝宝的一个健康情况。如果你有生产时有侧切或者有手术的情况，midwife 也会持续关注你的恢复。当那6周，如果你有什么宝宝护理的问题，或者你有喂养的问题，也可以寻找 midwife 的帮忙。如果你有喂人奶的一个烦恼，你不妨可以联络 lactation consultant， 因为在新西兰这边这项服务也是免费的，所以如果你遇到什么喂奶问题或者宝宝不肯喝奶，你都可以寻找 lactation consultant 他们的帮助。当6周过后， midwife 就会把你和宝宝的情况转交为 Plunkett， 就另外一个系统来持续 follow up 宝宝的生长。有些妈妈会问 midwife 跟产科医生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在新西兰这边 midwife 的服务是完全免费的，他们会从你孕早期到你产后6周持续的提供你一些 support， 还有持续的护理。midwife 在这边他们会比较注重在自然分娩，他们也支持你在家里分娩或者水中分娩。我那时候在医院生产的时候，除了我的 midwife 在给我 support， 教我怎么呼吸等等的，其实还有当天值班的医生在。midwife 只是帮我内检，然后教我如何 push 还有呼吸。当我要生产的时候，其实是由当天值班的医生来帮我生产的。如果你是高风险的妈妈，通常 midwife 也会建议你去找产科医生。产科医生可以从一开始你怀孕就 follow up 你的情况到你生产，那样会相对的会比较安全。在这里产科
科医生是需要你自己自费的，目前的那个花费，听朋友说是大概7000左右。当你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双胞胎，或者你已经胎位不正等等，助产士都会建议你去找产科医生。总结来说，例外是比较适合低风险的妈妈，然后可以从你开始怀孕到整个孕后的6周给你一些 support， 然后产科医生可能就比较适合一些高龄或者高风险的一些妈妈的情况，比如说如果你一开始就决定你要开刀生产，或许产科医生会比较适合你。现在第2胎肚子真的长超级快的。这次的视频有点长，所以我决定将一些内容分为下一集。在下一期视频里，我会聊到关于新西兰的产假政策、政府福利以及 birth care 的服务。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下期见，拜拜。B 讲 Thank you。 Thank you.